七手江铃福特经典全顺，长5.4米，高2.6米，6座，50铃 2.8T 柴油发动机，行驶里程接近20万公里这样子。装修时间3个月，来看一看成果。车子外观没有什么变化，只在车顶加装了一块300瓦的太阳能板，还有一个换气扇。我们直接看里面。打开侧门，一半的入口位置留给了边柜，这是一块可以放下来的小桌板，环境允许的话，可以在上面煮点食物。旁边呢也留了220伏的插座，下面做了这样一个小门，里面是灰水箱的排污管，管子大概有1.5米长，这样可以更方便的把污水排到下水道，不用直接洒在路上。进来先看驾驶舱，没有改动任何东西，只在驾驶舱上面呢加装了这样一个顶柜。这个柜子呢也是我车里最大的储物空间。最外面是我的数码包，里面放我的电脑、平板、相机、镜头，还有一堆的充电设备，放在最外面方便拿取啊。上面呢是淡淡的猫粮，在里面是我的户外装备，是一个登山包，里面有帐篷、睡袋、防潮垫之类的东西。右边呢是蛋蛋的太空舱，有时候带它去宠物店洗澡，让它坐在这个里面。主驾驶的后面挂着的袋子放的是我待洗的脏衣服，下面放了一些卫生工具、垃圾桶、扫把这些，还有一个水机灭火器，主要是为了防备车里线路起火准备的。原车的干粉灭火器呢还在它应该待的地方。副驾驶我加了转盘，这样可以360度转到后面。座椅上面挂着我做早餐用的坚果之类的东西。座椅使用的时候呢，把它们转到后面去就好了。还有一个小桌板可以装在这里，下面也留了220伏的插座，这样呢就是一个单独的办公位。因为这个车一开始的时候是为2个人设计的，但是坐着坐着就变成了1个人，所以这个从来没有用过。但是座椅本身还是挺常用的，因为它坐起来要比后面那2个所谓的房车座椅更舒服，所以早上呢我还是喜欢把它转过来，坐在这里看小说。座椅下面装的是柴油暖风机，效果很好，我觉得可以挑战一下东北零下30度的环境，年底呢就去作一下死。驾驶舱的后面装了一面窗帘，晚上呢可以拉起来，把后面的生活区和驾驶舱隔离开，保护下隐私。往后看呢就是一个经典的6座布局，里侧是2+2的对向卡座，外侧是一个边柜、后横床。先来看边柜，车里很多人的洗手池做的都特别小，我觉得不太实用，就装了一个家用的在这里，洗漱呢都在这里，非常实用。洗手池往上是控制面板，上面有水箱状态、电池状态，还有各种电器的开关。旁边这个是采暖的控制器，下面呢是预留的电路检修口，我的电路保险盒还有空气开关都放在这里，线路出了故障呢可以直接在这里检修。旁边是一个隐藏的晾衣绳，如果有衣服洗了没干就可以挂在这里。洗手池下面是一个柜子，打开后分2层，上面放卫生用品，下面是我的便携式马桶。洗手池旁边是我的冰箱，装在这样一个抽屉里面，它是国产的，冷藏冷冻分区，容量是45升。因为我在路上的饮食是通过备餐来解决的，所以冷冻区的空间呢一定要保证。我后面呢会出一期关于饮食的视频。冰箱下面是一个45升的灰水箱，外面呢挂了一个可以移动的折叠垃圾桶。这就是边柜、洗手池、马桶、冰箱还有灰水箱。边柜上面是2个小吊柜，主要放一些洗漱用品还有常用的小物件。我是用这种松紧带固定，这样开车的时候呢它不会飞出来。看一下这边的卡座区域，这位是蛋蛋，蛋公公，因为刚切了蛋蛋，所以情绪不是太好。卡座上面是2个大吊柜，前面这个里面呢是微波炉和空气炸锅，旁边留了220伏的插座，因为我吃备餐，所以一天要开2次微波炉，用的比较频繁。后面这个里面是一些常用的杂物，像烧水壶、卡式炉这些东西，还有我的饮用水也放在这里。中间这个桌子是我自己做的，我发现不管什么东西，只要跟房车搭上边就特别贵。像这个小桌子，便宜的都要500-600块，莫名其妙。
这个桌腿呢是用 PVC 水管裁的，外面裹上麻绳就可以了，还能给蛋蛋当抓板。下面的地板和桌板下面我都固定了堵头，这样可以自由的拆卸，整个成本不超过150块钱。桌子下面我做了一个充电站，2个 USB 口，还有下面的路由器都是12伏直接供电的，不用开逆变器。后排座椅下面留了一个电源总开关，可以直接断开电池的通路。桌子拆下来之后，座椅是都可以调成朝前的，也可以拼成一张80公分的客床。前面这排座椅下面放的是电钻、螺丝，还有换备胎的工具。后面座椅下面是一块300安时的磷酸铁锂电池，电池后面是一个2000瓦的逆变器。逆变器的选择我遇到了一个大坑啊，后面出电路视频的时候呢会跟大家解释。床的下面是一个小柜子，我这里呢用来放鞋了。再下面是一个猫洞，里面是一个长长的通道，直接通道放在后备箱的猫砂盆。后备箱跟生活区是完全隔离的，所以后备箱的味道不会跑到生活区来。养猫的同学都知道，喵星人的排泄物真的是，上面的床是1.2米乘1.8米，像我这种不到1.7米的霍比特人睡起来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床尾我装了一个34寸的带鱼屏显示器，2个作用，一个当然是躺在床上看片了，非常的巴适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把它拉出来，拉成这个角度，然后放上小桌板，连上电脑，就是一个站立办公位。带鱼屏不管是写代码还是剪视频都特别舒服，因为我有一些痛苦的经历，所以现在办公有超过一半的时间都是在这里站立办公。由于这个显示屏是吊装的，又拉出来这么多，所以由于地球引力的作用，它拉出来的时候有点不是太正。上面2个吊柜主要是放衣服的，床头这边呢是2个阅读灯，上面2个小柜子放一些有的没的小物品，急救包、小说、游戏手柄之类的东西。床的上面是换气扇，我犹豫了很久要不要装，主要是怕漏雨，最后还是装了，万幸我装了，这个东西真的太重要了，一定要装，不惜代价的装。生活区两边的窗户我都装了窗帘，虽然是100%遮光的，但是由于尺寸和安装空间的问题，实际上拉上之后呢还是会漏一点，这个大家在装窗帘之前一定要注意一下，窗帘上面是不到滑轨的，一定要提前了解清楚，做好规划，不要出现这种情况。车里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，去看一下后备箱。尾门2个窗户我装的是这种下拉式的窗帘，由于门本身带有一定的角度，所以窗帘自然下垂是会漏光的。我在窗户下沿装了魔术贴，这样拉下来之后粘上去，它就不会漏了。后备箱我分成左右2个区，右边最外面是蛋蛋的猫砂盆，这个是我自己用木板裁的，所以比较粗糙，成品的猫砂盆很难找到尺寸合适的。里面是一个100升的清水箱，加上另外2个20升的水桶，我车里最多可以储备140升的清水。2种加水方式，用水管直接接水龙头上水，或者水桶接水拉过来。我里面装了水泵，开起来呢就会把水吸上去。水箱上面是户外用的折叠椅、折叠桌，这边是我自己配的一个干粉灭火器，所以我车上一共有3个灭火器。左边部分小的整理箱里面是反季的衣服，大的这个里面装的是我的炊具，在民宿做备餐的时候直接把这箱搬出来就可以了。这边是一个折叠的小推车，在不能接水龙头上水的时候用这个运水是比较省力的。绿色的是柴油桶，主要是存给柴暖用的。在里面呢是我的折叠自行车，由于床底下高度不够，所以只能这样躺在里面。自行车下面是储备的一些物资，主要是气罐。整辆车就是这么个状况。总结一下大家最关心的一些具体的配置：300安时的锂电，2000瓦的逆变器，300瓦的太阳能，100升的清水箱，还有45升的灰水箱。全部做下来的花费是94042块4毛8，其中购车、整备、维修和保险花费61379，装修花费32663块4毛8。另外，由于在五金店买的一些螺丝之类的没有详细记载，所以还有不超过200块钱的上浮。装修的费用中呢，包含了一些工具，比如打磨机、修边机、液压钳等等。接下来呢，我会把装修的过程陆续剪出来，讲述我在装修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学到的东西。每一期呢会给出具体的大致花费。然后因为我现在已经在路上了，所以也会同步发一些日常，大家可以把关心的问题放在评论区，我会尽量跟大家一起讨论。
向着星辰与深渊，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。